在2006年，中国罗布泊东边的库木塔格沙漠中发现了一具年代久远的干尸，震惊了全国。经过鉴定，确定这具干尸已经沉睡超过20年。最重要的是，26年前，中国顶级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地距此不过20公里，这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踪谜案之一。而且彭加木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甚至曾有传言称他是误入了沙漠底下的神秘文明中。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具干尸与彭加木会有联系吗？一切还是要从当年的罗布泊开始说起。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了解更多人间奇闻。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曾存在一个巨大的翡翠罗布泊湖，它曾是中国的第2大内陆咸水湖，如同璀璨明珠般静卧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中。在太空中俯瞰，它仿佛是一只巨大的耳朵，仿佛在倾听历史的波涛与变迁。然而，在1962年，一切美好消失殆尽，罗布泊湖突然干涸，湖面消失，只留下一片荒芜的戈壁。不过，在这片荒漠西部有一座古老的遗迹，那便是传说中的楼兰古城。据说其中藏匿着无数珍宝，所以这也就吸引来了无数冒险者。他们怀着梦想与野心，渴望成为揭开古城秘密的那个人，仿佛只要如此，就能坐收财富与名利。据说在20世纪初，曾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奔着楼兰古城而去，结果却遭遇了未曾预料的厄运，全员丧生。后来法医报告显示，他们皆因神经毒素中毒而亡，而在他们的胃里竟然还有未知植物的残留物。所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探险队是中了一种不知名的植物病毒。可是当有关部门准备深入调查时，因为战乱使得所有的线索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起来。关于探险队成员的死因，还有罗布泊神秘的植物病毒，也都成了未解之谜。不过流言蜚语从未停止过，甚至还有人猜测是外国间谍在罗布泊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所以当科学家彭加木在1980年5月带着一支考察队进入罗布泊时，很多人都认为彭加木实际上就是去调查那个神秘病毒去了。但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谜团，比如镜面人的传闻，甚至彭加木本人的失踪也如同一颗投入深湖的石子，激起了人们无尽的揣测。尽管后来的搜索行动不断，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甚至连他失踪的原因都成了一个谜。而从此之后，罗布泊也更是成了神秘死亡的代名词。那么后来在2006年发现的干尸与彭加木失踪案会有什么关联吗？一个人会凭空消失吗？44年前，中国顶级科学家消失在诡异的罗布泊，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难道罗布泊真的有神秘力量吗？可以说，从很早开始，彭加木对西部的这块土地就充满了兴趣。1956年，他放弃了去莫斯科学习核磁共振新技术的机会，毅然选择赴新疆考察。1980年5月的罗布泊考察任务，实际上是彭加木第3次来到这里。1964年、1979年，他已经先后到罗布泊考察过2次，不过都是在外围地区，并没有深入腹地。可能也是出于对彭加木有过2次考察经历的考量，在1980年，他才再次被指派为考察队队长。这年5月，彭加木带领着考察队员再次出发，经过28天的艰难跋涉后，考察队员们成功穿越了罗布泊的核心地带，任务很顺利，彭加木自然也很高兴。在到达一个叫做米兰的小镇后，他还买了一些奶糖以示庆祝。不过有一点，彭加木并不甘心，因为这次任务还包括探测罗布泊的矿产资源，但是这一路走来收获有限，彭加木并不满足，所以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考察队员们携带了7天的物资，又重新折返回了罗布泊。而后来发生的事则暴露了考察队的准备还是略有不足。6月17日，考察队走在荒漠戈壁中，此时的物资储备已经严重不足，特别是汽油和饮用水所剩无几。为了确保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彭加木决定单独外出寻找水源。他不想让其他队员担心，所以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当其他队员发现这张纸条时，立刻按照脚印去寻找彭加木。然而除了突然消失的脚印和途中散落的糖纸外，考察队员们别无其他发现，彭加木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到这儿就是彭加木与
罗布泊失踪案的前后大概原委，因为彭加木失踪的实在太过蹊跷，再加上一些越传越邪乎的传说，以至于后来对这件事的解说有了很多版本。他是被困在了某个地方，还是遭到了什么不测？这样的疑问一直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有人认为彭加木可能是遭遇了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无法生存下去。罗布泊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食物和饮水都极为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生存的机会极其渺茫。也有人认为彭加木可能是被困在了流沙之中。罗布泊地区的地质环境十分复杂，流沙地带广泛分布，一旦陷入其中很难自拔。这样的解释似乎也合情合理，毕竟彭加木的失踪地点距离沙漠地带并不远。还有另一种说法，彭加木可能是被犯罪分子给杀害了，他可能被某些不法分子盯上，遭到了他们的毒手。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也很难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但除了这些常识内的推测，关于彭加木的失踪，还有让人难以置信但有细思极恐的可能。彭加木的失踪与双鱼玉佩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人说他穿越到汉代成了王莽，这种说法看似离谱，但结合罗布泊的诡异传说来看，似乎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巧合。据说1956年，在罗布泊核弹试验场的封锁区内，巡逻队发现2个追逐羊群的人，他们觉得事有蹊跷，试图阻止，却遭到了激烈的反抗。紧接着，沙丘上突然又出现了几个人形怪物，开始围攻他们。最诡异的是，这些怪物刀枪不入，最终巡逻队殊死抵抗，才驾驶卡车逃离了现场。关于这些怪物的起源，有传言说，在罗布泊的地下隐藏着一个遗迹，能通向另一个世界。许多人被诱惑进入后，再也没能出来，就变成了巡逻队遇到的那种人形怪物。后来人们侥幸抓到了一个人形怪物，在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后，专家们发现它的胃部内残留着某种未消化的植物碎屑，并且植物碎屑内还含有一种罕见的毒素。这种毒素具有强大的侵蚀力，能够侵入人的神经系统，进而改变人的行为、体貌特征。这里所说的植物毒素和我们开头所说的植物病毒是不是一种东西呢？这个倒是没人能解答。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观点的后半部分才是重点。说回故事，在发现人形怪物后，紧接着人们又有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在这些人形怪物当中，竟然存在着很多一模一样的复制体，它们连皮肤纹理、一道疤痕的位置都丝毫不差。唯一有差别的是2个复制体是呈镜像的，比如说2个复制体站在一块看向对方，都会觉得是在看向镜中的自己，所以这些复制人也就有了一个称号——镜面人。这个观点认为，彭加木来到罗布泊考察，就是进入到了那个神秘的地下遗迹中，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怪物，反而还带走了遗迹里的一件物品，那就是流传版本中最为知名的双鱼玉佩。据说那些镜面人就是通过双鱼玉佩被复制出来的，而彭加木本人可能是因双鱼玉佩的神秘力量穿越了。这种离奇的猜测不只是因为王莽做出的那些超时代改革，还因为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王莽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把与现代极其相似的青铜卡尺。当然，这些都是人们根据一些断断续续的信息点拼凑出来的猜测，不足为信，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而双鱼玉佩这种像是拥有魔法一样的东西，在正常认知里也更是不存在的，属于子虚乌有之物。双鱼玉佩这个传说，大家也只当故事听听就好，不必当真。这么多的猜测观点，终究也是没能给彭加木失踪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直到2006年，一支考察队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具干尸，距离彭加木失踪区域仅只有20公里左右，使人们不自觉地又想起了26年前的旧案，一时全国都陷入了震惊之中。人们都以为彭加木终于被找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过 DNA 比对，干尸与彭加木家人的 DNA 并不吻合，因此这位科学家的失踪之谜仍然未能解开。而他的离奇消失不仅让人们对于他的去向感到好奇，也让人们对于罗布泊地区的神秘产生了更多的遐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谜团越来越深不可测，只留下了无尽的不解和遗憾。尽管科技不断发展，对于罗布泊地区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入，但是彭加木的失踪事件却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谜团会被解开，也许它也会永远成为一个悬案，留在人们的心中。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